哎，小伙子，你开什么车啊？A186啊！呸，那个才是86。欢迎大家收看今天 QCCS， 我是 Hiwei。为什么啊？原本这个 GT86 它是不应该出现的两门跑车。GT86 的马力不大，直线也不快。原装 GT86 它给你的轮胎是便宜轮胎，然后轮胎的 size 是窄窄的。Toyota 的 logo 它放 Subaru 的 engine。早在2000年的时候哦，Toyota的车都卖得很好 ，engine 很耐用。但是它就是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无聊。你想一下啊，那时候 Supra、MR2 都已经退场了，这时候他们的内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坐车不是因为要它好玩咩？这时候有一位关键人物，也是大家熟悉的丰田章男，他站出来，他不只是老板，他是会开车下赛道的灵魂人物，热血车迷。他讲，如果车不好玩，那就不是 Toyota 应该做的车。当时 Tetsuya 他就负责 GT86 的总工程师，他就是决定 GT86 灵魂的负责人。他讲 GT86 不是最快，但是它必须是最好玩，所以他做了几个关键的决定，坚持 NA。其实涡轮已经满街跑，他却说油门反应要直接，驾驶才有连接感。轮胎窄，让你更容易练车控制车尾啦。于是他们找到 Subaru， 因为他们想要用 Subaru 的水平对卧引擎，让前面的重心低。原本 Subaru 是不要的，但是直到 Toyota 的人拿 Subaru 的 engine 放在一台开发的车，哇！他们才知道原来可以这样玩的。为了要从 Subaru 的水平对卧引擎里面得到很高的马力，其实 Toyota 在研发上面也做足功夫，在 NA 的引擎炸出200匹。后来虽然有人说轮上马力只有160匹左右，但 GT86 后来销量也证实 Toyota 和 Subaru 赌对了。几乎全世界都喜欢这个 GT86， 销量就是证明。所以 Subaru 跟 Toyota 两个一拍即合，但是后来就延伸了 BRZ 还有 GT86。BRZ 呢，因为是 Subaru 的，他们你知道吗？做4轮驱动做惯了，他们要稳，不要让车这么容易甩。Toyota 呢就不一样啊，Toyota 是给你甩到你够为止，甩到你爽为止。2014年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车，我一直跟我自己讲，我以后我一定要买它，因为 A186 我们买不起啊。头文字 D 的电影已经出来了啊，那个车已经起价了，你知道吗？我要买7条楼。我们有一个嘉宾来这边，来，你觉得这台车怎样啊 ？GT86 很好车，很好的车，它跟 A186 比的话呢？肯定啦，A186好啊。这辆车不是它不好，是它不会投胎，它投胎要在下一辆 A186。对我来讲，还是 A186 好。NG 就是 NA， 呸！讲一下这台车啦，其实这台车它主要改的东西都是 handling 的东西，外观它是第一期 GT86 原装，横滑自在啊，知道了就知道了哦。前面是16寸 7.5J 加35，它不是伸进去的，然后后面是16寸 8.5J 减6，它是伸进去的。OK， 如果它前面它放出来的话啦，它轮胎会顶到前面跟后面。原装，那车灯也是原装。喂 ，Full Bucket TRD T Corporation 的喂，不是你公司哎，你做一张给我下吗？不是，不是，你都买下面是什么公司 Bright 啊？哦，我还吓死我 T Corporation 有 Corporation 咩？这个 Railing 呢是 Bright， 它就是换了一个 Momo Steering 下去，然后它的这个 Gear Knob 都是哦有 TRD 哦，6 Speed Handbrake 原装。留我咗，拓海小心甩尾啊！小心甩尾啊！车主他2018、19年他改这个 Angle Kit 啦，那时候很多
厂家都还没有出这个 angle kit。他讲他是找到加拿大的一间厂有做 angle kit， 是 FDF angle kit， 然后它的后面也是有 rear lower control arm 是有换过了啦 ，ZSS muffler。OK， 最重要 angle kit。lower arm， 还有它的 steering tie rod end 啦，都换掉。来漂移是很漂亮。 OK， 来 on the road 是不可以。这一条钉的东西哦，这个高骨啊，高骨啊，就高骨，对对对，这个你会讲你会车会条铁啊。高骨这个东西啦，它本来它原装它是锁在索波的高牙对那个这个东西哦，它就有换了一个 kit， 它是锁在 lower arm， 这个应该是它的 caster 吧哦。都是你调过去就进哦。那个有3个 step。哦，你有注意到一点东西吗？什么你开玻璃。我有，我很想讲了。这么它原装就切给我们哦，它是不是要给我们 drift， 然后装 angle kit 啊？方便你们做 track car。跟大家讲，你们一定要拿来 drift 的，所以这个它就放 plastic 给你。你要开 angle， 这个可以拿掉啊。现在这个还可以盖着，因为它 angle 也没有开到很多啊，所以不会中到了。后面趴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 lower arm 吗？它是可以给你让你 lower 你的车。又有 traction， 如果你没有换这个 lower arm 它是翘上去的，翘上去的话，它的 traction 就没有这样够力啦。你 drift 的时候哦，有可能你的轮胎会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它是买全套，前面后面一起买。坐进来车里面聊，其实。要让这台 GT86 漂移啊，有几个关键。一就是关掉它的 traction， 关掉它的 ABS。那以往大家应该都知道 GT86 它有一个功能叫 pedal dance 嘛，就是一 start 车踩 brake 3下拉 handbrake 啊，那一招啊，其实在这辆车就不需要。为什么呢？因为车主他有改这个东西，这一个东西哦。是他也是在国外买的啦，这个是需要接气你的 ECU， 它可以直接用这个 button 关掉 ABS， 然后关掉 safety belt。这个东西接气你的 ECU 了过后，车子的那些安全系统它就不会干扰你，不会打扰你，所以就可以马上。做漂移的动作，可能有 drift 过原装 GT86 的车主才会知道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 drift 这可能2度牙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 steering 它会松一下又重一下。原装的 GT86 它 steering 有一个功能，就是当你驾慢慢的时候，它这个 steering 会很轻；当你驾快的时候，它系统会自动的帮你把 steering 弄得重一点车主呢就改一个东西，这个是 assist 最多啦，就是说 steering 最轻，你转下来就是 steering 最重通常如果你要 drift 的话，你就是把它转到最轻。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啦，可以给它关掉它的 traction， 关掉 ABS， 然后再把 steering 弄到好开一点其实这个86我 drift 过原装的啦，很难 drift， 除了小圈多那种简单的漂移动作之外你要它做到那种翻身那些，哇，跟你讲非常难。我相信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之一怎么这样少人拿这种 GT86 改成漂移的这种 spec。车已经 remap 了轮上没有错，它可以去到200以内吧，忘记了。总之这个车就算 remap 了，轮上也不会超过200匹啦，没有错是180多。车主有讲
其实 handling 对他来讲很重要，他很重视这一块东西，所以他的 Asobo 那些会放那个日本牌子，他讲很多 drifter 都在用这，他讲1分钱1分货啦，他买这个牌子的高牙哦，要12000块 ，final 原装4.1，他改去4.5，所以哦，它的转速一直都在上面。转速一直都在上面，就意味着啊，那 power band 啊一直都在，所以它的车踩起来油门反应很好，整个车开起来很开心，很轻。我不知道原装 GT86 它的 steering ratio 有没有这么敏感哦？这个它改了 angle kit 过后，我觉得更敏感，它转一点点就可以转很多了，你知道吗？我也是有问车主，你下个 turbo kit 啦，车主也是讲说，是时候了，因为他已经搞定了他车子 handling 的东西，操控的东西改好了，基本上power 动力是最后一环。他说，如果一辆车的 handling 不好，你去改它的动力啊，他会很不开心，因为 handling 是最重要的。这一点我就觉得power is everything。但是我加起来讲真的，这一台漂移的车，它其实是倾向漂移的设定。OK， 漂移我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设定啦。Zero Ackerman， 我们普通的车。by steering 啊，我们转去右边，我们右边的轮胎哦，那个轮胎是会比较斜的，然后左边的轮胎是没有这么斜的。OK， 这个是我们普通街车的设定啦。漂移车的 Zero Ackerman 设定呢，它就是你转右边，它两粒轮是一样的。OK， 其实这样子是不正常的啦。这样子你如果普通街马路使用的时候啊，你懂会衍生什么情况吗？你这样子转弯啊，会推头的嘞，你没有办法好好转一个弯的。所以这辆车就是 Zero Ackerman， 漂移的时候是nice 6 speed steering， 它虽然有这个有换了 steering 啊，但是它的帮 signal 还是会回弹回来。NA exhaust 就会比较吵，然后加起来讲真的啦，这个86它真的是油门很轻啊，但是我就不敢加快啦，因为这个车它 steering ratio 啊，它很敏感。我觉得 final gear 啦4.5非常的关键，因为我现在觉得，你知道吗？86给我印象哦是很慢的车来的，这个我感觉我随踩哦，那个力就随传随到啊。Manual is the best.
心的开，因为它的 steering 很 respond。对起来，我相信这个是好的。OK， 我们 U turn 一下啊。拉 handbrake， 拉 handbrake。不要了，这边我怕有警察。啊 ，Angle Kit 就是能够轻易的 U turn， 看到了没有？你们喜欢这辆 GT86 漂移的 handling 吗？喜欢的话，记得要点个赞，因为非常感谢这个车主，他愿意相信我们来去拍他的这辆车。如果要不是他借我的话，基本上很难再找到这样的86改到这样子了，因为很少。这种街车 GT86 会敢下一个 Angle Kit 给在路上开啦，点赞是免费的，我们下一集见。